昨天把这个满地都是东西的大客厅给它扔空了，只扔了一大半，阳台还没收拾就扔出去了小20袋的东西，还卖了20块钱的破烂。今天接着干。都说断舍离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一次断的比一次多，在小姐妹的身上又验证了。昨天她还说书架上的书基本上都是成套的，就不动了，然后今天就改成了把杂志扔一扔。结果最后一看，这些书几乎都是小学生的，现在姑娘大了都爱看小说，干脆把这些全部都卖掉，装了2个大袋子，2个大纸箱。今天还找到了小姐妹找了好久的手串，她一直以为这个都已经丢了呢，没想到在书架的盒子里了。这个电视柜小姐妹说不要了，本来想直接丢出去来，后来小姐妹问了下她家邻居，说她想要，然后我们就擦干净直接给她拿过来了。这个小课桌也不要了，再给她拿到外边去。这个房子原来不是小姐妹的老爸在这住的吗？她喜欢养花，阳台上这个架子还有花盆都是她在这住的时候置办的。老爷子回农村也1年多了，养的花也都变成空盆了。小姐妹说就挑2个好的留下来，其他的都不要了，然后把铁架子也给它撤掉。架子是老爷子自己买胶铁回来做的，一看也是一个动手能力挺强的人。一开始想着直接卖废铁，但是后来小姐妹说老爷子当时买这个胶铁好像还挺贵的，卖废品卖不了多少钱，他问问他朋友要不要。我一听又把这个螺丝给它扭起来了，阳台的柜子也收拾一下，把那些没用的扔一扔，留下来的再好好整理一下。里面放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新的电器，还有一些锅碗瓢盆啥的，有的还不止一套呢，成双成对的。小姐妹说前几天家里的电饭煲坏了，她刚买了个新的，没想到这里还放了一个，时间太长她都忘记里面放的是啥了。这有4盒防晒霜也都过期了，整个柜子就是扔了点垃圾，卖了一个步步高影碟机，还有下面这个板子扔掉了，其他的都是新的。阳台的花架子她朋友要了，我给她拿到楼道去，还挺好的，比卖废品强。阳台右边是一个高柜子，左边是一个半截柜，就留了点老爷子的工具，其他乱七八糟的基本上全都扔出去了。一个阳台扔出去了3包的垃圾，这个大厅就算彻底扔完了，差不多扔出去了23、24袋的东西。房间基本上都清空了，开始打扫卫生。先从阳台和窗户开始，把这个柜子擦干净了，然后刚才拿出去的电器再给它摆回来。窗户不好擦，上面都够不到，下面的我就直接给它拿下来了。一拿下来才知道顶上有多脏，要不然平时按在上面擦的话，这个位置是擦不到的。窗框也给它擦一擦。小姐妹说这个窗户冬天漏风厉害，下面这个窗框里面厚厚的一层土，我先用铲子给它铲了一层，然后又喷了油污净，用钢丝球蹭了2遍。这个纱窗我拿了半天也没拿下来，就湿抹布擦一遍吧。这个窗户是双层玻璃，密封不严了，中间雾蒙蒙的，看起来脏脏的，擦了像没擦一样。小姐妹说本来是想换玻璃来，但是听说单位最近有统一换的那个想法，所以她想再等一等。每次收拾屋我最不喜欢干的活就是擦玻璃，我都想买一个擦玻璃的机器人了。不知道像这种窗户扇这么小的机器人好不好用？我看那个机器人挺大个的，我感觉放到这上面的话还没等走就到头了。我今天可是用的最原始的擦玻璃方法，我来之前发了一个快递，里面有鱼鳞抹布啥的，结果我都到3天了还没来，所以最后是用的报纸擦的。这个台面应该之前放了一个铁家伙，都已经生锈渗色了，擦了半天也没擦出来，等小白膏来了以后试试能不能好用吧。这个阳台的柜子加玻璃一共干了2个多小时才擦完。我昨天说预计用5天的时间把这个房子收拾完，我看还有人留言说没人住的房子也要5天呢。只是清理东西的话肯定不会用那么长时间，1天就完事了。就是这个打扫卫生比较慢，留的这2个花盆也给它擦干净。最后我一眼没看着，小姐妹还把这个白的给扔出去了，她说已经裂味了，就留一个得了。这个地面都已经是包浆的状态了，像这种不好擦的就可以喷上油污净了，喷完以后用抹布一擦就行，但是擦完以后再用清水抹布多擦2遍，要不然它打滑。把留下来的这些小电器都给它擦干净，一会儿再摆回去。
本来我以为这里面都是茶叶呢，结果一看好几个是空盒，这个里面装的是碗，就有一盒里面是茶叶。我拍了个照片给小姐妹发过去，让她保存，等以后找啥东西的时候就看看照片再来找吧。2个书架总共就留了这些书，其他的全让小姐妹给挑出去准备卖。她说这2个书架还不能丢，还得放她姑娘的东西，给她擦干净，看看一会儿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放。昨天小姐妹不是说冰箱和冰柜只留一个吗？考虑了一晚上，她决定留一个冰柜，把这个冰箱卖掉，把冻的肉给它转移到冰柜里面。一会儿等冰箱卖掉了以后，再把这个冰柜放到冰箱这个位置。这个地方就啥也不放了。收废品的大哥来了，先把桌子和废品拿走了，然后又回来拿着这些书。这些书忘了问卖多少钱了。冰箱我知道是卖的150，卖的价格还挺高的。最后这个阳台又扔出去了5袋的垃圾。我们扔的时候有个阿姨就在旁边说，你就放旁边就行，我看一看里面都有啥。1年多没住人了，把这个沙发垫给洗一洗，大衣柜也往前挪挪，把后边给它擦干净，首先和暖气管子也顺便带一下。这个地面不是很脏，看那点雾状的油精擦一遍就干净了，再用清水抹布来一遍。大衣柜顶上也给它擦一下，可能原来放东西的缘故吧，这顶上不是很脏，就是有一点点浮灰吧。大衣柜归位了以后，把这个冰柜挪过来。如果插座太脏的话，可以喷点油精到抹布上面，这样它不会有水进去，擦的也很干净。昨天有个小姐妹说，上次有人去给她收拾卫生，就直接喷到插座上的，然后后来一用都短路了。小姐妹说这个刮衣架也不要了，给沙发推开，把后面的卫生先打扫一遍。踢脚线看起来不怎么脏，但是一喷油污精就立马变成黑色的水。擦地的时候才想起来，这个沙发的后背也应该擦一擦，就是应该先擦这，但是也没关系，咱们还得拖一遍地嘛。这个太妃椅太长了，我发现往前挪一块还有一部分没擦着，所以又重新给它擦了一遍。这要是我自己的家的话，这个太妃椅高低我得给它改短一点，围墙就剩一个电视柜和2个书架了，所以给它挪到沙发旁边这个位置。干到黑天也没干完，把沙发垫晾上我们就回去了。早上来的时候这沙发垫都已经干了。小姐妹说这个大茶几也不要了，也送给她家邻居，差点漏掉了一个抽屉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做的吗？我们小的时候手脖上经常戴，我们叫它叫桃院，几乎每个小孩的手脖上都有。挑了几样东西出来，其他东西都不要了，先把这个茶几拖到厅里面去，等一会儿来人了以后再往那抬，我自己是抬不过去。墙面用干抹布扫了一遍，再把剩下的卫生给它打扫一下。这个大厅特别大，得有20几平，好到30平了，差不多占了这个房子一半的空间。把它收拾完了，其他的地方也就好收拾了。拖地之前先把这个特别脏的地方给它清理出来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已经特别硬了，看那点油污精它就一点点软化了。擦完玻璃，下午快递来了，鱼鳞抹布也到了，镜面玻璃的用鱼鳞抹布擦没有水印。给沙发垫铺上，第一拖这个大客厅就算收拾完了。视频太长了，想留点素材，那个窗帘就等到最后收尾的时候再写。这个大客厅是干了2天多一点的时间，来看一下前后对比吧。没收拾之前的就剩中间一个小道，现在东西几乎全都清出去了。阳台的柜子还有3、4个空格，看着就像一个小仓库，现在最起码看起来像个客厅的样子了。还有这个阳台清空了以后，看着真的是太舒服了，特别是阳光一照进来的时候。明天准备收拾小卧室，